从小呵护着长大的凤若，不是他们亲妹妹，而是上上任管家的女儿，就是凤若的亲爸野心大，妄想桃李带浆，让他的女儿成为凤家的当家人。三哥，你们放我出来，我都落入你们手里了，还怕我逃了吗？放我出来，在袋子里太闷，很难受。凤晴要求。三哥似乎还有点念手足情。不，也不念手足情，真念着手足情，他只会劝阻两个哥哥动手，而不是跟着两个哥哥一起动手。如果他命好的话，他是有5个哥哥疼爱的，可惜他命不好呀，5个哥哥没有一个疼爱他的，个个都想他死。是他做人太失败，还是他们心太狠？郑老三说道：凤晴，你好好待着，等到了再放你出来。现在不能放出来，怕凤晴认的路，知道带他去哪里，万一被他逃脱了，打电话报警，把他们抓个正着。今晚的计划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一旦失败，他们不死也全部进去坐牢。凤晴，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看在你是我们妹妹的份上，我们不会让你死得太痛苦的。你越是配合，我们就会手下留点情，给他留条全尸，未尝不可。反正最后都是扔进深海里，深海里多的是大鱼，他的尸体分分钟就会被大鱼吃干净。现在又是深夜，海上肯定没有过往的商船，最适合他们悄悄抛尸了。老三不用跟他说什么，凤晴，你今晚落在我们的手里，也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我们也都是被逼的，是你心太狠，不听劝，也不念手足情。凤家是妈经营了几十年的，那一切都是妈的功劳，可是你说让就让，让回去就算了，妈的私产你还全都霸占，也不肯平均分，你但凡肯与我们兄弟平均分，也不会走到这一步。郑老二冷冷地说道。凤晴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哥哥们是打算要了妹妹的命？妈留下来的私产，我也是按照妈的遗嘱分给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意思，是妈的意思。妈改了遗嘱的事，你们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凤家的一切并不属于任何一任家主，它是属于整个凤氏家族。妈的家主之位怎么来的，你们也知道了。现在是什么境况，你们不清楚吗？我让与不让，凤氏都不会是我们的。郑老二冷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不管妈的家主之位是怎么来了，反正妈最后上位了，就是妈的本事。妈的遗嘱改了，肯定是你联合着方瑶改的，否则妈不可能修改遗嘱。妈不会那么无情，对我们不管不顾的。那么多的钱只分给我们一点点，怎么可能？我们也是妈亲生的，还是在妈身边长大的。郑家兄弟3个都不相信母亲的第2份遗嘱是真实的，始终怀疑是凤晴改了，哪怕律师说是母亲后来改的，他们都不相信。其实他们是不相信母亲对他们这般的无情，他们是儿子呀，从小就在母亲身边长大，平时母亲对他们兄弟3个也不是说不疼爱，给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安排工作，给他们买房买车，娶门当户对的妻子。别人母亲会做的事，他们的妈妈也会做。明明妈妈是爱他们的，可是在分财产时，他们3个当儿子的，分到的财产竟然连他们儿女的都不如。凤月分给孙辈的财产是多一点，考虑到孙辈的人生路长吗？所以就多分了一点。3个儿子有钱就喜欢花天酒地，投资创业又总是亏，还喜欢包养小3小4，为外面的狐狸精花钱，眼都不眨一下。虽说面对儿子出轨的事，凤月最终还是偏向着儿子，对3个儿媳妇是又哄又劝的，不想让他们离婚。其实他心里是怨极3个儿子管不住下半身，继承了他们老爸的风流基因。郑华是他管得严，有色心没有色胆，后来有点机会，郑华不就跑出去偷吃了。3个儿子包养的情妇，后来都被凤月逼着离开了江城。他不想让外面的狐狸精继续破坏儿子的婚姻，但他年纪大了呀，他能管得多久？
3个亲家的家底不如他们凤家的，一旦他走了，没有人管得住儿子，他们的婚姻可能到最后还是会散的。所以他就没有给3个儿子分太多的财产，免得他们全都花到外面的狐狸精身上，反而影响了他孙辈的生活。也另外分给孙辈一部分的财产，以保障孙辈以后的生活。凤月当然也清楚，他修改了遗嘱，到后面会为女儿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过他相信凤晴能处理好，也知道凤晴强势，不会让儿子们欺压。凤晴不想说话了，多说无益。为了名利，兄妹4人闹得够久了，很多话说来说去，反反复复的。他说的嘴巴都起茧了，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但凡他们能听进去，也不会走到今晚这一步。老二，你打电话给凤若的2个哥哥，问问他们跟上来了没有。郑一帆留意到后面没有车辆跟上来，他便让郑老二联系一下凤若的亲哥哥。郑老二嗯了一声，打电话给凤若的大哥。对方接了电话，告诉郑老二：二少爷，我们就不跟去了，明天我们去大少爷家里拿尾款就行。凤晴的保镖和司机逃走了，车辆被撞毁，还留在现场。郑老二低冷地道：赶紧把车子开走，不要堵塞交通。那你们先回去，明天中午再来我大哥家里拿尾款。那么多现金，我们也得去银行取才行。好。结束通话后，郑老二对大哥说道：大哥，他们都是知情人，我觉得一不做二不休的，干脆把他们都干掉。只有死人的嘴才不会说话。今晚他们都开了杀戒，杀害自己的亲妹妹，养妹妹的2个亲哥哥干嘛还留着？总觉得那是2个大患。郑老三也说道：大哥，我赞成二哥说的，他们拿了钱走后，等他们花光了那笔钱，又来找我们要钱呢，总不能一直给他们钱吧？郑一帆说道：这个不急，到时候再说。他们只要赶过来敲诈勒索，就送他们去见阎罗王。只是他们都有家人，若是杀他们灭口，就要将他们的家人都灭了，那样就不会有人报警，还是制造意外，否则也会被怀疑。郑老二和老三都觉得大哥说的对，既要灭口，就要团灭。凤晴在心里骂着，真是狠呀。他那2个养哥哥以为能从郑一帆他们这里拿到钱，过上好日子，殊不知会为他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灭顶之灾。郑家3兄弟不知道的是，刚刚凤若的亲哥哥是被要求那样说的，他们是还没有走，走不了，被警方控制住，怕打草惊蛇，警方才让他那样说的。而在郑一帆嘴里出差外省，要半个月才能回来的方瑶，他们亲眼看到方瑶带着大队人马赶到，警察就是方瑶带来的。方瑶早就报了警，此刻方瑶带着一班人以及部分警察追赶郑一帆他们去了。再傻，他们也知道今晚的事是凤晴设下的一个局。那个女人真是狠呀，不怕死，宁愿拿自己当诱饵，也要设下这个局，将他们所有人一网打尽。他们干的是绑架之事，还成功了，因为凤晴真的被绑架。或许他们不会被判死刑，但是坐牢是跑不掉的。凤晴的保镖以及司机刚才很能打，在凤晴被绑走后，他们忽然就像没用似的，被他们打得脸青鼻子肿，个个都受了重伤，全都被120救护车拉走了。绑架重伤了几个人，性质恶劣，他们估计会被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更重一点。冰冷的手铐将凤若的2个亲哥哥以及他们花小钱请来的本村宗族的几个混混全都被带上了警车，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如今他们唯有祈求凤晴不要死，若是凤晴死了，他们的罪会更重一点。绑架伤人会坐牢，但不会死，若是撕了票弄死了人，就是要一命偿一命的。凤晴是无法联系方瑶的，不过她身上带着小型定位器，
方瑶就是通过他身上的小型定位器追踪而来。郑一帆兄弟3人开着车带着被绑来的凤晴，径直去了他们之前就踩好点的一处海边。海边那里还停着一艘小船，是等会儿他们抛尸用的。到了海边，他们停了车，郑老二和郑老三合力抬着凤晴下车。等到郑一帆拿来了绳子，他们才解开麻袋的绳子。借着车灯的灯光，他们看到凤晴脸青鼻子肿的，嘴角和鼻子都流过血。凤晴是擦了，但没有擦干净，嘴角和人中那里都还有血迹。老二和老三合力拉着凤晴出来，郑一帆立即就绑住凤晴的双腿，然后又将凤晴的双手反剪绑住。大哥，你们这是要将我抛入大海喂鱼吗？听到海浪声，海风吹来，凤晴冷得发抖。凤晴没有站起来，她保持着躺在地上的姿势。郑一帆踹了她好几脚，发泄一下积攒的怒火。凤晴默默承受，踹了她几脚后，郑一帆才蹲下身，一手狠狠地捏住凤晴的下巴，冷冷地说道：凤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也别怪我们当哥哥的心狠，是你太心狠，逼得我们只能这样做的。你要怪就怪你自己。妈的私产涉及到的密码还有钥匙都在哪里？说出密码，我们等会儿下手会痛快点，不会让你太痛苦。钥匙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的一刀一刀的剐着你身上的肉，让你痛苦万分，又不会一下子就死去。痛昏了，我们往你伤口撒一把盐，保证能痛醒你。凤晴怒视着3个哥哥，你们还是人吗？我是你们的亲妹妹，妈在天上看着你们呢，让妈知道你们对我下毒手，半夜妈都会爬回来找你们算账。一落，他就挨了一耳光。郑一帆打的，他怒道：凤晴，你有什么资格提妈？妈就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你，妈会死吗？你对的妈吗？妈到死都还想护着你，可是你却联合着外人逼死了妈。原本妈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是你给他们通风报信，让妈的计划失败，让妈处于下风，让妈临死前身败名裂。是你害死了妈，妈死都不能瞑目。要是知道你狼心狗肺，当初就不要和你相认，不要让你回到凤家。你害死了妈都不怕妈回来找你算账，我们怕什么？我们是帮妈清理门户。如果时间能倒流，我想爸妈肯定不想认回你，不想让你回到凤家。我们家落得如今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你个扫帚星，害人精。为什么死的是凤若？应该是你去死。凤晴，不要跟我们谈亲情，我们之间没有亲情可言。你不想死的痛苦万分，就赶紧说出来。郑一帆冷笑着，就算你不说密码，只要你死了，你名下的财产，还有从妈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一样是由我们继承。你未婚未育，我们是你的亲哥哥，爸也还活着，按照继承法，你的财产就是我们的了。凤晴仰头看着他，片刻，他又看向郑老三。老二和老大一样，恨极了他的。三哥这里或许能劝一劝。阿晴，你不要看三哥，三哥能出现在这里，代表三哥是认可2位哥哥的安排。阿晴，说吧，你将密码说出来。三哥这里带着安眠药，等你说了密码，将所有都交代清楚，三哥给你吃几粒安眠药，让你在睡梦中死去，减轻一下痛苦。活生生的剁碎肯定痛，吃了安眠药，睡着时被分尸就没那么痛苦了。郑老三是看在亲兄妹的关系上带上了安眠药的，看来你们是非要我死的了。凤晴淡淡的说道，那我无话可说，你们动手吧，杀了我，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如愿继承我名下所有财产。说完，凤晴闭上了眼睛，她一副要杀要剐随他们的变的样子，让他3个哥哥气得跳脚。郑一帆起身旋身就走，走到车尾掀起了车尾盖，
车尾箱里放着2把磨得锋利的菜刀。大哥，郑老三走过来，声音有点抖，第一次要杀人，还是杀自己的亲妹妹，郑老三心里是有点怕的。大哥，真的要砍了他吗？郑一帆拿起一把菜刀，偏头瞪着老三。怎么，你后悔了？还是怕了？那个大哥，我第一次杀人，的确有点怕。阿晴怎么说都是我们的亲妹妹，我下不了手。郑一帆冷哼2声，你将她当妹妹？她可不把我们当哥哥，瞧她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往我们身上扎刀子？这动刀吗？你只要砍了第1刀，第2刀就不难了。郑一帆将手里的菜刀递给老三，给你，去砍他1刀，不用1刀致死，就往他肩膀或者手臂上砍1刀，先给他一点苦头吃，一下子就砍死了他，反而便宜了他。要是时间允许，我真想折磨他生不如死。老三，你想一想咱们的妈，想一想阿若吧，还有爸身残了，那件事也有凤晴的手笔。他提前知道妈回来了，但他没有告诉爸。阿若和爸的事，他也是事先知道酒有问题，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任由阴谋得逞，害得阿若和爸都出事了。郑一帆很清楚，母亲对父亲失望，对凤若心死再无母女情，就是从凤若和父亲那件丑事开始的。他和阿若也，如果凤若不死，他和老婆离了婚，他可以娶凤若，给凤若妻子的身份，毕竟他和凤若是一起长大的。以前不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真宠妹妹，后来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他还是宠着凤若。在凤若勾引他时，他才会控制不住自己，与凤若发生了不伦之恋。不是不伦之恋，他和凤若又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亲兄妹。郑一帆最恨凤晴，也是因为凤若吧？大哥，我不敢，我下不了手。郑老三后退几步，不敢接大哥递过来的菜刀。没用，你不动手，一旦我们落入警方的手里，你也脱不了关系，是我们的同伙。郑老三说道，大哥，我知道，但我还是下不了手。我跟着大哥二哥过来，就没有想过置身事外的。若是他们落入警方那里，他当然脱不了关系，一样要坐牢。只是动手和不动手2种判法。这件事的主谋也不是他。郑一帆骂他没用，他自己操着菜刀走过去。江城的春天还很冷，特别是深夜更冷。凤晴受了皮肉之苦，还被绑着吹海风，冷得他瑟瑟发抖。大哥和三哥的对话，他听在耳里，心里还在催促着他们赶紧动手。等他们动了刀子，方瑶带着警方就到了。早点结束，也不用在这里吹冷风。郑一帆操住闪着寒光的菜刀，走到凤晴面前。郑老二看到大哥操着菜刀过来，他有点迟疑，说道：“大哥，真要那样做吗？怎么你也和老三一样，到了这一步，想后悔？老二，我们连面都没有蒙，他知道是咱们动手，真放了他，死的就是咱们兄弟3个了。想一想，从他回来后，我们遭受了什么，失去了多少，就连咱们的妈都死了。母亲在，他们兄弟3个的日子过得潇洒自在，母亲不在了，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郑一帆这样一说，郑老二连忙说道：“大哥，我不是后悔了，是咱们可以不动刀，直接将他扔进大海里。他手脚被绑，扔进海里，他也逃不掉。深海里鱼多，他很快就会被大鱼吃掉，死无葬身之地，好过咱们动刀。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杀过人，虽然他们也做过坏事，但没有杀过人呀。”郑一帆冷冷地道：“我不想让他一下子就死了，那样太便宜他，就要折磨他。你们俩都没用。”郑一帆一手举着菜刀，人跟着蹲下去，没有拿刀的那只手再次捏住凤晴的下巴，逼问：“凤晴，我再问你一次，密码是多少？我数3声，再不说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会让你痛苦的死去。”
凤晴冷冷地看着他，抖着嘴唇却不说。郑一帆气结，这个女人死到临头了，还硬着呢。他一闭眼，菜刀砍下去。啊！凤晴一声痛呼。郑一帆那一刀并没有砍断他的手臂，他滚了一下。加上郑一帆虽然很下心下刀，还是害怕的，也不想一刀就砍死凤晴，力道不算很大。菜刀就从凤晴的手臂划过，在凤晴的右臂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痛得凤晴惨叫一声。她的手臂流血，鲜血很快就染红了她的衣袖。海风冷，本就吹得她瑟瑟发抖，现在又痛得她冷汗直冒，唇色越来越苍白。郑一帆睁开眼，手上的菜刀就掉落在地上。郑老二和郑老三刚才也闭上眼睛不敢看，听到凤晴的痛呼后，他们赶紧睁开眼睛，见到凤晴的右臂在流血，但没有断，他们竟然松了一口气，不过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大哥的菜刀落地后，郑老三再上前2步，急速地问着凤晴：“阿晴，你说，快说，再不说，大哥等会儿又一刀下来，就没那么幸运只划伤你的手臂了。”凤晴一副痛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郑一帆回过神来后也说道：“凤晴，我既然动了1次刀，就敢动第2次，第3次不想死得那么惨，就赶紧说。”凤晴在地上滚动，3个哥哥以为他是痛得受不了，在地上打滚的，冷眼看着他滚动。凤晴是滚得离那把菜刀远一点。方瑶带着人，后面跟着一堆警察包抄而来，他们的车停在远处就熄了火，不敢开近前来，是怕车灯惊动郑家3兄弟，让他们慌不择路，也怕他们死都要拉着他垫背。抢在方瑶他们近前时，一刀劈了他。郑一帆第一次动手杀人，划伤他的手臂后，手里的菜刀便掉落在地上。凤晴又滚远了，等会儿郑一帆他们反应过来时，再想砍他就需要弯下腰去捡起刀，再冲过来砍他需要几分钟时间，却给了方瑶足够的时间就吓他。他的目的是受伤，可不是丢掉性命。郑一帆他们总算听到了脚步声，他们本能的扭头，看到一群人包抄而来，距离他们很近了。警察举起手来，都别动。郑一帆发现了警方后，带头冲在最前面的那名警察立即大喝一声，并立即掏出手枪指向郑一帆等人。警方从凤若的亲哥哥嘴里知道绑匪有利器，跟着方瑶一起追赶过来的就是刑警，配有枪。郑老三顿时脑袋轰一下，炸了，他什么都想不到了，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警察怎么会追过来？他们提前踩点，确定了这里偏僻安静，就是白天都不会有人来，更不要说晚上了。郑一帆反应最快，他立即弯下腰去捡那把菜刀，准备砍了凤晴。他想的是死都要拉上凤晴垫背，只要凤晴死了，让他一命偿一命，他也觉得值了。他弯下腰是捡起了菜刀，凤晴因为手臂上的痛，在地上打滚。他刚才看着凤晴痛得满地打滚时，还觉得大快人心。此刻他却想骂娘，因为凤晴滚得有点远。他冲过去想砍凤晴举起的菜刀，随着一声枪声响，应声掉落在地上。警方见他竟然当着他们警察的面，高举着菜刀要砍死人质，当机立断开了枪，打中了郑一帆举着菜刀的那只手，菜刀就掉落在地上。郑一帆右手被打了一枪，痛苦地握住了右手。郑老二和郑老三不敢反抗，全都抱着头蹲在了地上。警察们一拥而上，逮住了兄弟3人。大小姐，方瑶看到了滚到一边去的凤晴，凤晴的右臂还在流血，她急急上前蹲下身去，帮凤晴解开了绑住她手脚的绳子，再脱下外套包裹住凤晴，抱住凤晴起身就走。是他报的警，也是他带着警方一路追赶而来。看到人质被救下，方瑶紧急送凤晴去医院。带头的那个警察问方瑶，要等救护车过来吗？
救护车很快就到。知道凤家的大小姐被绑架，担心会有人受伤，警方是提前通知了120赶过来的。方瑶本想拒绝等待的，他看到大小姐受伤的手臂，冻得发紫的嘴唇，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心急如焚，一刻都不想等，只想快速送大小姐去医院。但见到2辆120急救车赶到，他便跟着救护车一起送凤晴去医院。郑一帆这个嫌疑犯也被2名警察带上了救护车。郑一帆上车后就晕了，不知道是伤口太痛，还是阴谋失败，绝望之下昏了。郑老二和郑老三则被2副冰冷的手铐铐上了警车，他们面如死灰。完了完了，真的完了，这一切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他们。他们为什么想不开要犯下此等大错呀？郑老三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劝说，父亲不止一次劝过他们兄弟3人，劝他们认命，死心将市区里的房子、商铺都卖了，拿着钱回到他们老郑的老家去，在老家那里重新买房买铺，以后就是靠着收租也不愁吃穿的。再加上他们银行里的存款，母亲分给他们的财产，其实回到老家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的。以他们拥有的财富回到老家生活，他们就是豪门有钱人，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到他们这样的家产。可是他们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不死心呀。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很难。他们出生在凤家，等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虽说他们不能接管凤家的一切，但他们的亲妈是凤家的家主，他们就是凤家的少爷。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没有吃过苦，挨过穷，过的都是花天酒地，花钱如流水，被人捧着巴结讨好的逍遥日子。忽然间，他们从云端掉到了地面上，没有人捧着他们了，没有人在凤城巴结他们，犯了错，闯了祸，也没有人给他们兜底，靠着他们自己的本事挣不到多少钱，再也没有以前那种随便花钱，都不知道钱为何物的风光了。所以他们接受不了，哪怕他们拥有的比普通人要多，但他们还是不知足。他们想重回风光，重回以前被人捧着奉承巴结的日子，一呼百应，风风光光的。对凤晴的不满怨恨达到了巅峰，他们终于铤而走险，动了杀害凤晴的念头。想杀凤晴，他们是成功的绑到了凤晴。凤晴再厉害也反抗不了，只要他们举起菜刀，手起刀落的凤晴就会身首异处。真动手时，他们害怕，还幻想着逼凤晴说出密码，交出所有钥匙，更是指责凤晴，说一切都是凤晴咎由自处。说了那么多，浪费了时间。果然，反派都是死在话多呀。如今他们赔上了自己，却没有杀死凤晴，得不偿失。想到兄弟3人都落入法网，他们的老婆还会守着他们的家吗？儿女怎么办啊？老父亲怎么办？郑老三满满的悔恨，不听老父亲的劝，就是这样的下场。郑老二同样的面如死灰，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到最后只有满心的悔恨，就是不知道后悔没有早点结束凤晴，还是后悔不该听从大哥的提议，策划了今晚的行动。满以为他们的计划万无一失，结果刚才抱着凤晴上救护车的人是谁来着？方瑶，那个说出差外省，需要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的方瑶。他怎么回来了？回来了还知道凤晴出事，报了警，还能带着警方一路追到这里来救下凤晴。再傻，郑老二此刻也想明白了，他们中计了。凤晴大概早就知道他们的阴谋，故意以身入局，诱他们动手，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知道他们忌惮的是方瑶，故意让方瑶离开江城，造成方瑶出差的假象，然后就让方瑶悄然回到江城，不过是躲在暗处跟着凤晴，保护凤晴。
等到他们动手了，方瑶再报警，带着警察将他们一锅端了。那个女人真是狠呀，对他们这些亲人都那么狠，他们会对他起了杀心，都是被他逼的。可惜，他想什么呀？郑老二闭上了眼睛，他们已经失败了，被凤晴算计，他们兄弟3人，还有阿若的2个亲哥哥。凤家大宅主人房里才睡了2个小时的海玲忽然醒转，醒来后还猛地坐起来。她这个动作惊醒了旁边的丈夫。怎么了？做噩梦了吗？陆东明跟着坐起来，同时也开着房里的灯，关心地问着海玲。我梦到凤晴出事了，她不肯让我跟着。她的计划是要受点伤，我好怕她会危及性命。跟凤晴相处了这么久，海玲对这个表姨还是很欣赏的。如果没有上一辈的仇怨，她和凤晴肯定能成为好闺蜜。就是现在，他们俩也惺惺相惜。凤家的人，他就看得上凤晴，不止他，就是乔涵也只看得上凤晴。乔涵曾经还动过念头，想撮合凤晴和乔轩呢。乔轩不喜欢凤晴，凤晴对乔轩也没有感觉。凤晴欣赏的是乔涵，只是乔涵是个女孩子，不能喜欢乔涵后，凤晴慢慢的就喜欢了方瑶。方瑶虽说是孤儿，但她一心一意对凤晴死忠的很，2个人很是般配。我打电话给凤晴，海玲拿过手机，不顾现在是凌晨3点多，直接就打电话给凤晴。手机能打通，海玲暗吁一口气。手机能打通，想来凤晴没事吧？要是手机关机，则代表事情还没有结束。凤晴落在了他3个哥哥手里，无法与任何人联系。好一会儿才有人接听。海小姐，方瑶的声音传来。海玲听到是他的声音，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紧张地问：情况怎么样了？凤晴怎么样了？已经结束，我们大小姐就回来了，受了伤，刚送到医院，进了急救室。方瑶的话里满是心疼及担忧。凤晴的伤，她能看到的是右臂上的刀伤，还有就是脸青鼻子肿，看不到的还不知道伤得如何呢。她是不赞成大小姐这样做，但大小姐坚持要这样做，说这样做速战速决，一网打尽，他们就再也翻不出浪花来。几年甚至10年后，他们出来人都老了，而且那个时候凤家早就不同今日，海玲也是他们搬不动的大山，被劳改多年，想来他们也不会再想着报复什么的。他和方瑶也离开了江城，去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开始他的新生活。他们若是惜命，就知道要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以后就做个普普通通的大众吧，没有大富大贵，但也饿不死的那种，算是对得起他亲妈了。亲妈为他做了不少，到后期的确是一心一意，只为了他这个女儿。3个哥哥也是母亲亲生的，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妈妈愿意看着3个儿子都死了的。母亲给他一点母爱，他回报母亲的是不让哥哥们去挑衅海玲，否则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也要给哥哥们一点教训，让他们死心面对现实。当然，过了今晚，兄妹情就彻底断得干干净净了，因为哥哥们是真的想他死。以后他们出来，如果还想报复他，他就不会再像今晚这样仅是算计他们坐牢，而是让他们直接在这个世上消失。凤晴身体里可是流着凤月那心狠手辣的血。我马上去医院。听到凤晴就回来了，但进了急救室，海玲哪里还睡得着，立即掀开了被子，人跟着下床。陆东明也赶紧跟着他。东明，天还没亮，外面又冷，你再睡会儿吧。海玲考虑到丈夫腿脚不便，还不是很习惯江城春天的冷，想让陆东明留在家里休息，他自己去医院就行。陆东明边换衣服边说道：不行，我陪你去，我是还走不了太远的路，但走上一段路还是可以的。
我打电话给保镖们，让他们跟着我们去医院，你也不用分心照顾我。凤晴出事了，虽说是凤晴自己想要的结果，但陆东明也不放心让海玲独自去医院，生怕海玲也出什么事。郑一帆他们也想过对海玲动手的吧，只是海玲背后有太多的靠山，他们觉得海玲一旦出事，他们也活不成，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儿女们，最后才选择了对凤晴动手。凤晴是他们的亲妹妹，他们也恨极了凤晴这个妹妹的，而且凤晴死了，他们身为凤晴的亲哥哥，还可以继承凤晴的所有财产。凤晴可是继承了他们母亲留下来的大笔财产，人为财死，为了钱财真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海玲没有再说什么，很快夫妻俩双双出门，阿七等保镖在屋门口等着。见到小夫妻俩出来，阿七等人迎上前2步。阿七去医院，海玲吩咐。阿七恭敬地应了一声，一行人匆匆赶往医院。等海玲一行人赶到医院时，凤晴已经从急救室出来，她没有生命危险。挨揍时，她蜷缩在一起，又护住头，虽说被二哥踢打得浑身都痛，却不会危及生命，就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右臂上被菜刀划了一刀，伤口颇深，包扎止血后需要输几天液，免得伤口发炎感染。不过凤晴发热，那是寒气入侵所致。病房里，方瑶用湿毛巾折叠成一块，贴放在凤晴的额头上。吃过了退烧药，但还没有退烧，他便这样帮凤晴降温。凤晴脸上红红肿肿的，那是被他哥哥们打的。他昏睡，方瑶还要小心地用冰块帮他敷脸。听到敲门声，方瑶刚帮凤晴换过毛巾，他手里还拿着换下来的毛巾，走过来开门。凤晴怎么样了？站在门口的自然是匆匆赶来的海玲夫妻俩。方瑶错开身子，让小夫妻俩入内。俊脸上满是心疼，低声答道：“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是被打的，脸青鼻子肿，右臂有刀伤，吹久了海风，寒气入侵，现在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目前还没有退烧。”在他说话时，海玲已经进了病房，来到了凤晴的床前。见到凤晴，就算是昏睡，也睡得不安稳，他眼底满是心疼。凤晴行事作风其实干脆利落，对3个哥哥也没有太多的手足情，只是终究是亲哥哥。遇见3个哥哥的下场，他不想哥哥们死，哪怕哥哥们恨不得他死，他还是为了哥哥们设了一次局，大概是为了还他亲妈后期给他的母爱吧。